龙店主，你已经到了强弩之效，立刻放下武器。苍龙所属，死战不退。凭你们这些走狗，也配让我放下武器？晋天爵，你的负隅顽抗毫无意义。个人的勇武改变不了时代的终结。元寂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们影人就别想掌控现实的命运。掌控？现实的腐朽早已无可救药，罪恶与混乱如同复古之躯，它注定要走向毁灭。唯有回到起源界，抹除旧有的轨迹，重塑历史，方能迎来真正的新生。你想篡改历史？你这个疯子！历史的代价，便是抹除你们这些无知者的存在，这就是天命，我即是天命。现实在崩塌，如果让他得宠，孟宽、红袖连存在的痕迹，连所有人都会被彻底抹除。元寂，就算追到时空尽头，我也必杀你！好痛，身体像是被撕裂了一样，我的修为全都没了，连一丝灵力都感应不到，丹田如同死水一潭。哟，哥几个快看，天上掉下个半死不活的野狗，还砸出这么大个坑！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身上连点灵力变动都没有，纯粹的废物一个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异宝降世，白高兴一场。正好本少爷今天被长老骂了，心情不好，拿着废物练练手，出出气。好，用力点儿，让他知道我们青木氏族的地盘不是谁都能乱闯的，打断他的腿。你们找死！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也敢大言不惭，老子今天就踩碎你的脑袋，看看你嘴到底有多硬！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唤醒了什么，还敢笑？老子现在就废了你的四肢，把你丢去喂荒原狼！你个废物还敢还手！给我松开！老饼，混蛋，你竟敢下死手！老尹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虽然修为尽失，但苍龙店主的战斗智商与格斗本能，足以碾压你们这些蝼蚁。我的手废了！没有一丝灵力变动，纯粹靠肉身的格斗技巧和战斗本能，竟然瞬间秒杀3名炼体境的氏族战士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谁在那边？滚出来！别紧张，我叫灵犀，是青木氏族的圣女，我没有恶意。你伤得很重，需要立刻救治。喂，你醒醒！你醒了，你的身体极度虚弱，经脉犹如枯竭的河肠，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。是你救了我，
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青木氏族的营地，你杀伤了我们族的人，如果不是我把你带回我的私人营帐，你现在已经被巡逻队剁成肉酱了。就凭那些废物？不过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对你那种纯粹的战斗技巧很好奇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金天觉。圣女殿下，老朽知道你把那个伤我族子女的外族人藏在里面了。不好，是大长老来了，被你打成重伤的那3个人，其中一个是他最宠爱的孙子。那又如何？他们该死！你根本不知道大长老在氏族里的权势，你现在毫无修为，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出去应付他。躲在女人背后，可不是我苍龙殿主的作风。大长老，事情的经过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您的孙子挑衅在先，敬天觉只是被迫自卫。荒谬！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竟敢废了我的孙子，这简直是把青木氏族的尊严踩在脚下。圣女，你难道为了一个外族人引起族内部的动荡吗？氏族规矩，强者为尊。既然是公平搏杀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历史的代价，便是抹除你们这些无知者的存在。这股威压竟然比大长老还要恐怖，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？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秘法罢了。区区一个刚觉醒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在老朽面前放肆！长老息怒，属下这就敲碎这小子的全身骨头，动手，生死无论！执法队长，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圣女殿下，我只听从大长老的调遣，您还是退后些，免得溅您一身血。太慢了，力量也太弱。这怎么可能？单手接住我的万钧雷锤，还给你竟敢！大长老，如今氏族外围危机四伏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强者。从今天起，敬天觉受我庇护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我为敌。赤炎氏族的使者，他们怎么敢直接闯进来？青木氏族的废物们，听好了！赤炎氏族移来了伟大的天命之子，天命之子降下法旨，限你们青木氏族3日之内全族放下武器臣服。什么？3日臣服？还要交出圣女？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欺你又如何？3日后，天命之子将亲自率领赤炎大军，踏平你们这片营地，将你们全族屠灭，鸡犬不留。大言不惭！你们所谓的天命之子，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竟敢如此狂妄！他是带领起源界走向无上辉煌的真神，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开开眼界！元界，果然是你！你不仅没死，还想在这个世界重塑你的霸权！大胆狂徒，你想干什么？元帝！你竟敢毁坏天命之子的画像！你死定了！赤炎大军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！回去告诉那个自诩为天命的杂碎，他若敢来，我便再斩他一次。全部冲锋，把他给我踏成肉泥！金天觉，快躲开！那是赤炎氏族最精锐的破阵狼骑。就凭这些杂鱼，也想挡住苍龙的脚步？烈焰绝杀斩，他死定了！玩火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留你一条狗命，不是因为我仁慈。滚回去告诉渊界那个杂种，
我晋天诀既然能跨越时空裂缝来找他，就能再把他踩在脚下，让他洗净脖子，准备受死。你等着！天命之子大人一定会将你抽筋扒皮，将整个青木氏族屠杀殆尽！疯了！你这个丧门星，你竟然废了赤炎使者！你这是要把我们青木氏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呀！立刻布阵，把他拿下，挑断他的手筋脚筋，绑起来，这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。看来有些人不仅骨头软，连脑子也是坏。谁敢动他？青木圣女令，灵犀，你竟敢为了一个外人动用圣女令！晋天诀是为我青木氏族出头，才重创赤炎贼人。他若被交出去，我青木氏族的骨气何在？你这个不知轻重的黄毛丫头，我看你拿什么保他！我们走。你太冲动了，跟我来。你刚才动用了那么庞大的力量，体内原本的伤势肯定加重了。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这种程度的战斗还伤不到我的根本。告诉我，渊纪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天命之子，这几个月在起源界到底干了什么？他简直是个无法用常理揣测的怪物。大约3个月前，他突然降临在赤炎氏族的领地。他仅用了不到10天，就以极其血腥残暴的手段镇压了赤炎氏族，自立为王。随后，他四处征伐，统合了周边的数个中小小型氏族，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联军。果然是他的行事风格，极端独裁，靠杀戮建立秩序。他现在的兵力数以10万计，麾下强者如云。他自称是为了拯救这个腐朽的世界，要抹平一切反抗的声音，建立绝对的统治。你虽然很强，但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赤炎联军？他拯救世界，他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那病态的控制欲罢了。如果让他在这里彻底站稳脚跟，篡改了时空法则，现实的一切都将被抹杀。我既然来了，他的美梦就到此为止。没有兵我就建，没有将我就找。渊纪，你的命只能由我来守。渊纪的黄金霸体确实极盛，但我觉醒的起源之力正好是其克星。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组建属于我的势力班底。苍龙殿在现实能一统江湖，在起源界，我一样能打造出一支无敌之师。既然来了，就滚进来，像老鼠一样躲在外面，这就是你们青木氏族的待客之道。属下深夜造访，是奉了大长老的密令。那老东西白天还想把我绑送人，晚上就派你来，怎么想给我下毒？公子误会了，大长老白天那是为了安抚人心做戏罢了。大长老其实非常欣赏公子的绝世无语。大长老说了，只要公子愿意交出您白天使用那种恐怖力量的秘法，并立誓从此效忠于大长老，这木盒里的顶级资源全归您。而且这可是青木氏族副统领的令牌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大长老承诺以后不仅保您不死，甚至连灵犀圣女，大长老也可以做主赐给你。怎么样？这可是天大的恩赐。公子，您笑什么？我笑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，可悲又可笑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大长老的恩典。恩典？我晋天诀乃是现世霸主，苍龙殿之主，岂会屈居你们这群只知道摇尾乞怜的鼠辈之下？放开我！回去告诉那个老不死的，
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与控制，我要在起源界重燃苍龙之火，建立一支真正无敌的龙卫。我听说玄黄氏族的少主星瑶是个武道狂人，还有这荒野中那个觉醒了独特天赋的散修蒙宽。我晋天诀要找的是那样的当世豪杰，是能与我并肩作战的生死兄弟，而不是你们这群手鼠两断的废物。滚！我刚才都听到了。听到了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很快就会成为大长老的眼中钉，留在青木氏族是我牵连。不，这些年我看着氏族在大长老的把持下一再退让，苟且偷生。我这圣女当得像个泥菩萨，保护不了任何人。但你不同，你敢当众轰碎渊姬的画像，你敢拒绝唾手可得的权利，你有着我不曾见过的宏大理念。大长老一派已经彻底腐朽，他们只会向强权摇尾乞怜。晋天诀，我决定，我彻底背弃大长老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既然你要对抗渊镜，要建立龙卫，算我一个。后勤、商药、情报网络，我全帮你打理。若能轰轰烈烈的战死，总好过像狗一样活着。渊迹的末日，就从这青木氏族开始。天命大人，属下无能。青木氏族出了一个怪物，他不仅单枪匹马毁了您的画像，还废了属下的修为。一个怪物长什么样？他长相英俊，但出手极其狠辣霸道，胸口还有一个会发光的龙形印记。他还要属下给您带句话。说。他说他既然能跨越时空裂缝来找您，就能再把您踩在脚下，让您洗净脖子等他。晋天诀，你果然没有死在时空乱流里。你这现世的残渣，居然还妄想阻挡文明的重塑！传令三军，3日之后，本座要亲自踏平青木氏族。晋天诀，这一次，我要把你连同这个腐朽的世界一起碾成灰烬！我这就去密会助战派的长老们，天亮之前，我会把绝对可靠的名单交给你。去吧，万事小心。大长老既然想把我献祭给赤炎氏族，今晚注定不会太平。元纪，你的手伸得比我想象中还长，连这小小的青木氏族都安插了暗线。那个外来者竟然敢当众毁了天命大人的法相！大长老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抢在赤炎大军到来前，把他的头颅献上去，才能平息天命的怒火。雷烈，你是刑律堂首席，更是我手下最锋利的刀。今晚你去把晋天诀的脑袋给我摘回来。遵命。有雷烈出手，那小子活不过今晚。滚下来！你怎么可能察觉到我的暗影前行？这种低劣的隐匿手段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给我去死！为了追求赤炎氏族的力量，把自己弄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你就是渊镜在青木氏族安插的暗线。你不能杀我！血头大人率领的先遣军，明天清晨就会降临，你死定了！明天清晨，很好，省得我多等2天。你可以上路了。血图，我倒要看看渊镜手下的狗牙口有多硬。
圣女灵犀勾结外人，今天我就要代行族规，废除她的圣女之位。大长老，你为了讨好赤炎氏族，不惜出卖族人，你才是青木商族的罪人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大长老，你这把老骨头，火气倒是挺大。雷烈，你竟然杀了他！看清楚了，这是赤炎氏族的奴隶印记。你们引以为傲的行律堂首席，早就成了冤祭的走狗。所有不愿做奴隶的青木男儿听令，从今天起，青木氏族脱离大长老的掌控。我宣布正式成立龙卫，誓死追随敬天诀，抗击赤炎。反了！你们都疯了！等天命大军一到，你们全都要化为灰烬！一群蝼蚁也敢妄谈反抗天命！血屠大人饶命！都是这小子和灵犀妖言惑众，与我无关啊！元济大人有令，青木氏族藏匿异端，全族抹杀！开炮！大家快退！圣木结界，快！想抹杀这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灵犀，你快收起结界投降吧！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闭嘴！就算是死，我也要站着死！结界撤了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可是那战船的火力，一堆破铜烂铁而已。不知死活的虫子，给我碎！速度太慢，破绽百出。怎么可能？挡路者死！我要把你剁成肉酱！太弱了，这根本不是人类的力量！游戏结束。我的手！回去告诉冤祭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赢了！我们打跑了赤炎战船！完了，惹怒了先遣军，冤祭大人一定会亲率大军来屠族的。血屠逃跑的方向是300里外的黑曜石前哨站，我们要加紧部署防御了。防御，那是弱者的选择。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。冤祭不是说3日后要来踏平青木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去把他的前哨站拔了。若能与你并肩作战，死有何惧？好，龙卫听令，立刻集结，随我踏平黑曜石前哨站。那是外围防御阵法的阵眼，只要破坏它，结界就会消失。我去处理。你是我的内务管家，这种粗活用不着你动手。全体准备冲锋。是。敌袭，放箭！给我开！上！想不想？你居然敢打到这里来！我这人向来不喜欢留尾巴。我是冤祭大人的裁决者，你杀了我，赤炎氏族会把你碎尸万段。那也得他有这个本事。降者不杀，这座前哨站归苍龙殿。
们做到了。这只是个开始。晋天爵，你不仅没死，还敢踏足我的领地。你的领地？渊纪，我看你是做天命之子做久了，脑子生锈了。晋天爵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前哨已拔，龙位已立，渊纪，你听好了，3日后不是你来踏平青木，而是我苍龙殿向你宣战。店主，前哨战虽已拿下，但赤炎蜀族的底蕴深不可测，我们接下来该如何部署？渊纪是个疯子，但他不是傻子。我断了他的前哨，他必然会引动。店主，大事不好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深呼吸，慢慢说。不是青木本营，赤炎氏族最凶残的炎龙部，并没有集结兵力打过来，而是大举突袭了蒙宽统领驻守的资源要塞。炎龙部，他们人数是我们的10倍。要塞的防御阵法已经被攻破了一半，蒙宽统领正带领兄弟们死守内城。店主，快去救他们！兄弟们快顶不住了！渊纪，你想断我左膀右臂，找死！苍龙殿的兄弟们，店主把要塞交给我们，今天就是死也得给我钉在这片废墟上！杀！誓死追随店主！杀！结阵防御！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，晋天爵那只缩头乌龟不敢出来，就派你们这些废物来送死。你爷爷我叫蒙宽，想动苍龙殿，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好啊，老子今天就活劈了你！力气倒是不小，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连一条挡路的狗都不如。店主，我可能等不到你来了。把他们的脑袋全部砍下来，悬挂在要塞外。我要让晋天爵知道，惹怒赤炎氏族的下场。立刻集结前哨站内所有能战之人。店主，不可！前哨站刚刚经历血战，龙卫精锐几乎人人带伤，剩下的兵力不足300。如果此时倾巢而出，不仅救不了蒙宽，连这来之无一的前哨站也会被赤炎氏族趁虚而入。你说的对，兵力悬殊，我们不能去送死。但蒙宽是我的兄弟。其实，在这片区域还有一个势力能够解我们的燃眉之急，在距离此地100里外的绝命峡谷，盘踞着一个名为玄影阁的强大中立势力。他们行事诡秘，掌握着起源界最庞大的情报网和最精锐的刺客军团。玄影阁是。玄影阁的阁主被称为影尊，此人极为神秘，从未有人见过其真面目。如果能说服玄影阁出兵相助，炎龙部必败无疑。但这极度危险，影尊性格古怪，很多去求援的人都变成了峡谷里的无头尸体。性格古怪，我专治各种古怪。你留守前哨站，稳住阵脚。我去一趟绝命峡谷。你一个人去，太危险了。玄影阁绝不会轻易借兵的。哼，我祭天绝药的人不需要借，我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。店主一定要平安归来。蒙宽统领，再坚持一下。玄影阁的待客之道，就是让客人在门口吹冷风吗？想用万人的杀气来试探我的底细，给我一个下马威。这种把戏，我在现实早就玩腻了。挡我者死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玄影阁圣地，杀我阁中弟子！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！你们阁主呢？
让他滚出来见我。狂妄至极，借森罗绝杀阵将此子碎尸万段。给脸不要脸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还不滚！既然不出来接客，那我就自己进去了。你这门不太结实。闯我玄影阁，毁我山门，敬天诀，你真以为起源界没人治得了你？废话少说，我今天来是来收编你们的。找死！速度不错，可惜力量差了点。这女人出招的套路，反手握刃，攻敌3分必留7分退路，这不是现实苍龙殿暗影卫的独门格斗术吗？抓住你了，红袖。店主，真的是你！店主，红袖这条命是您给的，只要苍龙殿情报网还在，我红袖便是您手中最锋利的刀。属下红袖拜见店主。属下在时空乱流中与您失散，坠入此地，只能靠收拢旧部，建立玄影阁，暂且自保，日夜期盼能寻到店主踪迹。玄影阁众弟子听令，妖女背叛宗门，勾结外敌，立刻结阵，将他们2人就地格杀。我来做新任阁主。二长老，你找死！红袖，看来你这队伍带的不太干净啊。属下无能，让店主看笑话了。无妨，苍龙殿的规矩，不听话的杀了便是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清理干净。从今日起，玄影阁正式并入苍龙殿，我红袖重归苍龙殿情报总管之位，谁敢不从，下场如他。店主，请下令。点齐你麾下最精锐的1000名影兽，随我驰援资源要塞。今夜我要让炎龙部全军覆没。骨头挺硬啊，蒙宽，撑了这么久，你的敬天诀殿主呢？他怎么没来救你？呸！你这杂碎也配提我大哥的名字？有种今天就弄死我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好，老子这就成全你，去死吧！大哥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兄弟。你敬天诀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单手接下我的全力一击！动我兄弟，谁给你的狗胆？抱歉，大哥来晚了。玄影阁听令，一个不留，杀！敌袭，有刺客，防线被切断了。严阵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。敬天诀，你以为带一群见不得光的刺客来就能赢我？我是赤炎氏族最强战将，我绝不会输给你这个现世的地剑蝼蚁。我要把你烧成灰烬，赤炎龙息，毁灭冲锋。半人半龙的怪物，今天老子就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龙。食龙夜，震杀！元气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殿主万岁！苍龙殿万岁！殿主万岁！元气，炎龙部只是开胃菜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们的账很快就会彻底清算。店主，出事了！刚刚截获前线急报，我们的暗中盟友幽冥氏族族长幽鬼遭到赤炎高级统领杨丽的突袭。杨丽，元气手下那条最阴毒的狗。是，杨丽不仅重创了幽鬼，
还绑架了他的女儿威尔，以此逼迫幽冥氏族全族倒戈。你说什么？威尔被抓了？蒙匡，冷静。威尔是我的女人，杨丽那个畜生手段残忍，威尔落在他手里绝对生不如死。我求你让我去救她。男人的女人确实该自己去救，但杨丽设下的是死局，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。这是我的一缕起源之力，能护你心脉一次。带上一队影卫去极寒冰铺，把人给我安然无恙的带回来。听着，杨丽肯定布下了重兵，你们留在外围，切断他们求援的路线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蒙统领，您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。老子就是去砸场子的，人多了反而施展不开，守好外围。小美人儿，你爹那把老骨头还挺硬，不如我在你漂亮的脸上烫个印记送给他，看他能撑到几时。杨丽，你这卑鄙小人，蒙快一定会来杀了你的。苍龙殿那个四肢发达的蠢货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让他给你陪葬。杨丽，你爷爷我来了。蒙快，还真敢来啊！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，那就永远留在这宾馆里吧。给我把他剁成肉酱！就凭你们这些杂碎！给我断！蒙快，你受伤了。皮外伤，不碍事，抱紧我。派人把这个伪造的流影法器送到幽鬼手里，就说蒙宽为了吞并幽冥氏族，绑架并重伤了威尔。去吧。威尔，你撑住！别管我，你自己走吧。胡说什么？我蒙宽就算活出这条命，也绝不会丢下自己的女人。你总是这么傻。只要你没事，一切都值。等这次回去，我就去求店主，让他为我们主婚。蒙宽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族长，我那么信任你们苍龙殿，你竟敢为了吞并我族，虐待我女儿，拿命来还！族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杨丽抓了威尔。住口！亲眼看到了刘影，死吧！爹，不要！威尔，你疯了！他绑架了你，还折磨你，你为什么护着他？爹，您被杨丽骗了，是杨丽袭击了我们。蒙快是拼了命才把我从冰牢里救出来的，您看看他身上的伤，都是为了保护我啊！我都做了什么？蒙宽兄弟，老夫瞎了眼，险些铸成大错啊！族长，只要误会解开就好。杨艳根本不是为了吞并十族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威尔体内的幽冥玄血。元气发现了一处史前遗迹，必须用威尔的血作为祭品开启。哈哈哈哈！故事讲得真感人呐，可惜你们知道的太晚了。今晚不仅是这个小丫头，你们三个全都要成为冤祭大人开启遗迹的祭品。
蒙宽兄弟，是我老糊涂害了你们。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算拼成灰，也要给你们拖延时间。爹，不要！杨丽狗贼，一起下地狱吧！凭你也配？快走！把威尔带走，这是命令。可是统领，您带他走，回苍龙殿。就凭你这蛮力，玩够了，那就去死吧！赤炎天罚。王宽，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不靠竞技，不靠天地，靠的是一双能打破一切既定命运的拳头。只要你不认输，死神也收不走你。蒙宽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带威尔回家，我还要和店主一起打天下。给我破！这不可能！你明明生机断绝了，这是什么力量？这叫重拳破空。店主，蒙宽幸不辱命，斩杀杨丽，收复幽冥氏族残物归来。很好，你不仅把人带回来了，还打破了自身的极限。这杯喜酒，我记下。多谢店主救命之恩。店主，前线紧急截获，冤祭的终极报复指令下达了。晋天诀，你以为赢了一局就能逆转历史？3日后，我将亲率赤炎大军，踏平你真实的一切，让你见证真正的抹杀。传令全军准备决战。店主，既然渊境那孙子下了战书，我现在就带兄弟们杀去赤炎老巢，把他的头拧下来，给您当囚体。莽夫之勇，渊境既然敢定下3日之期，必然在绝望边缘布下了天罗地网。看这里，赤炎本部的两侧分别驻扎着烈炎氏族与狂风氏族，这两大氏族就像渊祭的两只铁翼，一旦我们与赤炎主力交火，他们便会从两翼包抄，将我们彻底绞杀。玄影阁最新情报：烈炎氏族族长石破天已集结10万重甲精锐，要塞防御号称起源界第一，狂风一族也已启动了风暴结界。天下第一防御，我星蓝的刀专斩各种不服。晋天诀，把烈炎要塞交给我，半日之内，我把石破天的脑袋挂在你的沙盘上。口气倒是不小。石破天将的厚土重甲，连普通的起源之力都无法轻易穿透。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手中这把玄黄战刃，还有我对武道的极致追求。好，童秀，你率玄影阁精锐配合星蓝，记住，我要的不是屠城，而是让他们彻底失去做冤祭走狗的资本。这道龙印是你的保命符，也是镇压一切的底牌。去吧，别让我失望。外围暗哨已清，玄黄军冲锋！恐龙！狂妄小儿，敢犯我烈炎城！玄黄氏族的毛头小子也敢来捋虎须，今日我就把你砸成肉泥！废话真多，只我一刀！哈哈哈哈，够劲儿！再来！给我滚开！烈炎100年的基业，绝不能毁在我手里！元祭大人，属下以寿元为祭，唤醒地脉之怒，都给我陪葬吧！
星兰，快撤！那是引爆整个地脉的同归于尽之法。来不及了，老子还没挑战过禁天诀，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？退下！他竟然连我们的人也一起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元吉大人说过，苍龙殿全是一群嗜血的暴徒。蠢货！袁剑这个疯子只把你们当成消耗我们战力的炮灰，你献祭全族人的命，他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。禁天诀殿主要的是一个充满生机、由我们自己掌控命运的起源界，而不是一片只有奴隶的焦土。现在，你懂什么是真正的王了吗？我石破天瞎了眼！烈炎氏族全体放下武器，从今往后，我等愿为苍龙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烈炎已投降，禁天诀的下一步就是你。罢黜饶命！罢黜饶命！我狂风门族势单力薄，连石破天都挡不住他们，我们根本不是禁天诀的对手啊！我不需要你赢，我只需要你拖住他。这是禁忌杀阵的阵眼，禁天诀若敢来，启动它，哪怕耗尽你全族人的精血，也要把禁天诀困在风暴之中。违令者，九族皆灭。没退路了，禁天诀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禁天诀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这是渊纪大人赐下的禁忌杀阵，有种你就踏进这风暴领域，我保证让你的大军瞬间变成一堆碎肉！啊！渊纪赐下的东西，难怪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朽味道。既然你觉得这乌龟壳很硬，那我就亲自把它砸烂。找死！万人绞杀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能绞杀万物的禁忌之力。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一切花里胡哨的法则都是垃圾。给我破！我想，我狂风神族全族投降，殿主神威盖世，求殿主饶我们一条狗命。不，这是元纪大人的毁灭暗雷，他要在震破之时把我们全族抹杀。在我的面前，元纪还想杀人？给我停下！区区一道暗雷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捏碎它！殿主救命之恩，狂风民族世世代代誓死效忠苍龙殿。渊纪的附庸与意义全部遣除，接下来
就是我们之间跨越时空的最终倾诉。兄弟们，誓言暴政，视众生为蝼蚁。冤迹妄图篡改历史，抹杀我们的过去与未来。今日，我要用这把剑告诉冤意，命运只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全军开拔，目标绝望平原。晋天爵，你来晚了。就算你斩断了我的羽翼，在绝对的神性面前，你依然只是历史尘埃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。是不是错误，打过才知道。晋天爵，你以为拔除我的势力就能拯救你的现世？你太天真了。真正的抹杀现在才开始，圣裁所的审判降临了。晋天爵，迎接你最终的绝望吧。晋天爵，圣裁所的审判降临了，你这妄图逆天改命的蝼蚁，准备好迎接绝对的毁灭吧！什么狗屁圣裁所，敢挡我的路，我连这片天一起劈了！影刃全员听令，目标区域时空极度不稳定，所有人原地待命，未得本帅军令擅自跨越裂缝者，军法处置。待命，龙统帅，我是冤祭，快降下审判，抹杀晋天爵！本姑娘才不等，今天我就要越级缉拿时空重犯，让老头子看看我的实力！你竟敢无视本座的求援！不知死活的小丫头，滚回去！该死，空间彻底崩塌了！这丫头是影刃组织的人，留着她，或许能查清冤迹背后的底线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喂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本来在平原上躲避战乱，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黑洞，就把我吸进来了。女侠，你又是谁？原来是被卷进来的倒霉平民。听好了，本姑娘是影刃精英干员龙潜兄，有我在，保你没事。原来是龙女侠，我叫金修。是毁灭法则催生的虚空暴徒，金修，躲到我身后来。好啊，那就劳烦龙女侠保护我了。找死！可恶，这里的法则压制了我的力量，这些怪物的皮怎么这么硬？破绽，给我碎！本姑娘的反应果然天下第一。哼，区区几只杂碎也想伤本姑娘护着的人，走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喝点水吧，龙女侠，今天多亏你了。谢了。其实你也不用一口一个女侠的叫，叫我浅墨就好。浅墨，你明明年纪不大，为什么要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战斗？我看那裂缝里的人似乎不想让你出来。那是我父亲，影刃的最高统帅，在所有人眼里，我只是个受他庇护的小女孩。我跳级完成训练，拼命修炼，就是为了向他证明，我龙潜烟配得上精英干员的身份，可以亲手抓捕最凶恶的重犯。在权力的漩涡里，还能保持这般纯粹的执念，这丫头倒也不算坏透了。你刚才保护我的样子，
已经是个无可挑剔的强者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很强？当然，金修从不说谎。这是最高级别的空间锁定，有人强行撕裂了幻界的屏障。逆女，你竟敢和最高通缉目标混在一起！父亲，你干什么？他只是个无辜卷入的平民，是我在保护他。无辜平民，阡陌，你被他骗了！你看看他到底是谁？龙统帅，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我也不装了。金修，你这股力量……阡陌，调出影刃 SSS 级机密档案，看看你保护的究竟是个什么怪物！苍龙殿主，那个妄图对抗历史的恶魔，你一直在骗我！我从没说过我是好人，是你自己太天真。这乱世不是过家家的游戏。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阡陌，力量失控了，跟我回去！冤姬的账还没算，影刃又敢插手！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？砰！天虚要塞是吧？今天我就把这天给捅破！防卫森严，到处都是法则检测器。不过，想困住苍龙还差得远，必须尽快找到龙潜欧和龙战歌的位置，彻底斩断冤姬的后援。站住！你是哪个小队的？前面是核心禁区。报告教官，属下是外围巡防第7小队，迷失了方位，误入此地，这就离开。迷失方位？天虚要塞的干员制服内都有精神力定位罗盘，你身为巡防干员，居然连暗影部迷族的铁律都忘了。是的，规矩是死人定，我这人向来不守规矩。你不是干员，你是那个入侵者。苍龙殿主靳天绝，竟敢单枪匹马闯入天苏要塞，你太狂妄了！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葬身之地，就凭你们这些躲在龟壳里的废物，叫龙战蛟滚出来见我！狂妄之徒，统帅有令，苍龙殿主罪大恶极，企图扰乱时空秩序，立刻执行绝对抹杀令，全员杀无赦！石龙印，给我破！怎么可能？他的力量在时空压制下居然没有减弱。先拿个有分量的开路。休想靠近，紫炎凤！放手！秘法绞尸是吧？借你的命用一用，都给我退下！别冲动，保护教官！金天绝，你堂堂苍龙殿主，居然挟持女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英雄，我从来不稀罕那种虚名。告诉龙战歌和渊镜，他们的项上人头，我靳天绝预定了。靳天绝，你逃不掉的！整个天区星域的防线都已经开启，你就算插上翅膀，也飞不出这天区要塞的地界。即刻放开季宇教官，束手就擒！聒噪的苍蝇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开枪试试，看看是你的光束快，还是我拧断他脖子的速度快。没的事，别管我，开火，不能让他逃走。别急着送死，你的命现在归我管。这股气息是浅墨。混账东西！你身为影刃精英，我的女儿，居然和苍龙殿那个试图扰乱时空秩序的罪人纠缠不清，你简直把我的脸，把影刃的荣耀丢尽了！
他不是罪人，他是为了守护现世，为了阻止历史被篡改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秩序，可你们根本不知道渊纪那个疯子在做什么。哼，荒谬！渊纪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延续，而你居然被那个尽天诀蛊惑，甚至企图背叛生你养你的组织。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秩序，那我宁愿不要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，我只相信他。你这不知廉耻的逆女！原来，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女儿根本比不上你的权力和秩序。既然如此，还给你！钱墨，钱墨，给我激活那个混蛋，把他和那个叛徒一起轰成渣！傻丫头，我来了，没事了。店主，钱墨小姐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勉强稳住，但是她从万丈高空坠落，体内五脏六腑严重受损，加上她自己强行逆转力量，导致经脉寸断。虽然命保住了，但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还是未知数。我知道了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用最好的药、最顶级的设备，必须把他治好。是店主。龙战哥既然这么喜欢所谓的秩序，那我就去把他的秩序，连同整个天区要塞，彻底砸个稀巴烂。尽天诀，你这蛊惑人心的邪魔，不仅意图破坏时空法则，更害得我女儿生死不明。今日我龙战阁以影刃最高统帅之名起誓，必将你强者前龙渊夷为平地，鸡犬不留。统帅，苍龙殿已成瓮中之鳖，请下达强攻指令。给我轰！用破甲秘法炮撕碎他们的防御罩。能量核心全负荷运转，将所有备用能源接入护山大阵，开启8部天龙最高防御战法。他奶奶的，影刃这群孙子还真敢来！正好，老子的拳头早就饥渴难耐了。10万人又如何？不过是些土鸡瓦狗。店主还没回来，我们可不能让他看了笑话。别轻敌，对方动用了重型工程武器，护山大阵最多只能支撑半个小时。哈哈哈哈！尽天诀，你这缩头乌龟，我看你还能藏到什么时候？你要夷平我乾隆渊，龙战哥，谁给你的狗胆？尽天诀，你这十恶不赦的混账！你蛊惑我女儿，害她背叛信仰，害她跳下刀塔，生死不知。今日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！蛊惑，龙战哥，你真是可悲！逼死浅墨的，难道不是你那畸形而虚伪的秩序吗？你亲手斩断了他的希望，现在却跑来我这里犬吠，简直让人作呕！闭嘴！我杀了你！老东西，就凭你也配让咱们店主亲自出手？想动店主，先过老子这一关！
区一个莽夫也敢挡我的路，找死！别弄死了，留他一口气。店主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招待这位老丈人。给我看！怎么可能？他竟然用纯粹的肉体力量硬扛我的勾结秘法！你的软脚虾秘法，就这点能耐，给我碎！这不可能！纯粹的肉身怎么可能硬扛秘法？痛快！再来！这怪物到底是什么构造？力量源源不断，根本不知道疲倦。结束了，发起陨星波！龙战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终于肯像个缩头乌龟一样钻出来了，半人半铁的怪物。敬天诀，你的挣扎毫无意义。我的计算结果显示，要彻底将你免杀，必须先摧毁你那无聊的情感牵绊。出源庇护所，现世人类的最后圣度，也是你心中最软弱的软肋。我会将其彻底从历史上抹除。你敢动那里一根汗毛，我将你抽筋拔骨！袁纪，你的对手是我，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极端理智。在文明存局的宏大命题前，个体的伤亡只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小数点。只有摧毁你守护的现在，我才能重塑完美的未来。敬天诀，你那毫无意义的同情心是你最大的弱点。大言不惭！今天我就用你那引以为傲的理智给你送葬！石龙印，杀！
力量输出评估极高，但仍不足以击破圣金祖龙装甲。圣金祖龙传承有点意思，但你以为这就赢定了？计算修正，单体灭杀成功率低于编制，启动备用方案，执行全面物理湮灭。终极湮灭光球，目标现实地表，再见惊天诀。想毁了现世，你做梦！轰隆隆！无用的挣扎，生命体征正在急速下降，你的毁灭只是时间问题。店主，老子来帮你了！苍龙殿全员誓死追随店主。元寂那个疯子要毁了所有人，惊天诀，我把命借给你。渊寂，这就是你永远无法理解的力量——羁绊。十龙归一，给我破！警告！能量反噬，系统崩溃！店主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能量指数在呈几何倍数飙升，这不可能！店主的生命体征明明已经……红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大他怎么了？某种未知的时空法则正在抽离店主的意识，我切断不了能量源。那就把这破机器砸了！我不能看着老大被吸走！店主的意识消失了。惊天诀，我绝不会败给你。10000年了，终于有带着五祖本源气息的后裔坠入这起源祖地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！你的躯体已被现世法则碾碎，但你的意志依然不灭。更高维度的黑龙灭世危机即将降临，这个宇宙需要一个足够冷酷的救世主。救世主，我本就是天命之主，只有绝对的独裁才能延续文明。既然你坚信于此，务便燃尽这最后一丝残魂，赐你万劫不坏的黄金霸体，去迎接最终的宿命吧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在虚无领域和渊寂同归于尽了吗？力量被彻底压制了，这是某种高维度的精神幻境，还是另一片时空？渊寂那家伙的尸体也不……鬼鬼祟祟的外乡人，出来！我没有恶意，只是迷路了。没有恶意，在我们祖地，弱者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让我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空有蛮力，破绽百出。借力，泄力。这是什么巫术？你明明一点力量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摔倒我？这不是巫术，这是武道极意。
力量再强，打不中人就是废物。少看不起人，再来！还要打吗？再动一下，这条胳膊就废了。老子就是死也不服！住手！快放开我弟弟！姐，你别管，我刚才只是一时不察，中了他的诡计。你还不嫌丢人？你那引以为傲的神力，在人家面前根本没用。外脏人，感谢你手下留情。我是玄黄部落的灵犀，这是我弟弟星霞。你刚才用的技巧，我从未在祖地见过。禁天诀，一点粗浅的防身固罢了，在这灵力被封的世界，倒还算管用。金大哥，你刚才那一手太帅了，教教我行不行？只要你教我，你就是我大哥。你这家伙变脸比翻书还快。金大哥，既然你迷路了，不如来我们玄黄部落休息一下吧。也好，我正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。该死，这群混蛋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出什么事了？是岩崖部落的迎亲号角，他们是来强行带走我姐的。迎亲？我开始逼婚吧。玄黄族长，时辰已到，立刻交出灵犀，否则今日就是你们玄黄部落灭族之日。想带走我姐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！住手！我跟你们走，只要你们不伤害我的族人。灵犀，苦了你了。他的命运还轮不到你这废物来做主。哪来的野小子，找死！青兰，看好了，这叫寸劲。太强了，金大哥无敌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这会给你惹来大麻烦。因为我禁天诀看不惯这种恶心的宿命，从谁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杀谁！滚回去告诉你们首领，玄黄部落，我禁天诀保了，不服随时来送死。力量回来了。不灭龙躯，这就是祖地本源认可的力量吗？比现世的起源之力更加霸道。这才是大哥真正的力量吗？简直像神一样。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力量已尽，未来的命运交给你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救世主之力。禁天诀，哪怕你还活着，在我面前也只是蝼蚁。这股令人厌恶的暗金龙气，你果然没死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在这里彻底掐断现世的希望。这个力量要毁灭一切了。袁纪，像狗一样逃到这祖地，竟然还敢废教！禁天诀，在现世杀不死你，在这祖地，你终将化为尘埃。死吧！带着族人退到后山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别出来。大哥，你千万要活下来！滚下来受死！不自量力！哼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祖龙恩赐的黄金霸体，绝对的防御，绝对的力量。而你拿什么来拯救你那可悲的现世？你的坚持毫无意义。现世的法则太过脆弱，只有我统一这起源祖地，用极致的独裁清洗历史，人类文明才能延续。放弃吧，禁天诀！独裁清洗，把命运交给一个疯子，那才叫可悲。不管什么高位黑龙，我只知道，谁敢动我的人，我就干碎他。袁纪，接我这一拳，看看你的乌龟壳到底有多硬！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爆发出打破法则的力量？给我挡住！祸极崩天！
天命。玄机，游戏结束了。红兄，你带老大走，我来断后。放屁！苍龙殿没有丢下主帅逃跑的规矩。元寂大人的意志就是彻底抹杀现世的变数。哼哼，你们这群蝼蚁竟然还妄想保护他！想碰老大，先从老子尸体上跨过去！强弩之末！门宽。苍龙殿的硬骨头，下地狱去吧！你怎么可能醒过来？你的气息……渊寂的一条狗，也配在我面前狂吠？不灭龙躯，破！怪物，你根本不是人！下去告诉你的主子，他欠我的账，我会亲自去收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店主，辛苦你们了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。渊寂，虚无领域没能彻底抹杀你，那我就亲手将你挫骨扬灰。尽天诀，尽天诀！你竟然打碎了我的霸体法则！哪儿来的残废？身上连一点星渊能量都没有，莫非是现世掉进来的垃圾？蝼蚁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一个连站都站不稳的废物，还敢跟老子摆谱？打死他！捡下来的垃圾，正好多了位古杀权。我乃天命所归的霸主，我怎能死在这种肮脏的泥潭里？绝不！叫啊！怎么不叫了？刚才的嚣张劲儿呢？把你的脏脚拿开！啊！我的眼睛！你们触怒了神明。这股力量完美融合了极致的毁灭与创造。古老预言中那个能统御万界的天命圣子，星渊禁区统治者炎黄参见天命圣子。没用，他的经脉虽然在重塑，但神魂受损太严重了。现世的科技和我的起源之力都无法唤醒他。店主，玄影阁刚刚动用了所有暗线，终于在古籍残卷中找到了线索。星渊元核。是的，星渊元核是星渊禁区的法则结晶，蕴含着最原始的神魂修复力量，只有它能重塑浅墨小姐的神魂。店主，星渊禁区是彻底的法外之地，您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苍龙殿刚刚经历大战，现实的秩序需要你们来维持。星渊禁区的法则排斥弱者，人多只会成为累赘。况且渊寂那条疯狗的残躯是掉进了那个方位，看好家，等我带他醒来的希望回来。圣子大人千万精锐，接受过星渊毒瘴的洗礼。只要您愿意与我联手，我们不仅能踏平起源界，甚至能反攻现世。我们将平分这天下。圣子大人，您干什么？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。我不需要盟友，不需要合作，我只需要绝对的臣服。我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则。再敢提平分二字，我就把你连同这座皇城一起碾成粉末。听懂了吗？是，属下遵命。
圣祖大人，这星渊的浊酒虽比不上现世的甘丽一番风味，属下敬您。无趣。狂妄的暴君，既然你如此霸道，那我就给你送上一份大礼，看你能不能吃得下。既然这些庸脂俗素入不了您的眼，属下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珍宝，以送入您的寝宫。宴会结束，明日整军备战。将军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！说，是魅影小姐，炎黄陛下把魅影小姐当作礼物，送进了那个天命圣子的寝宫，让她侍寝。放什么狗屁！魅影是我的未婚妻，炎黄陛下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将军，这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魅影小姐被绑着送进去了。炎黄陛下说，为了笼络圣子，统治万界，牺牲一个女人是值得的。炎黄，我行烈为你出生入死，为你打下这星渊的半壁江山，你竟把我最爱的女人送给别人当玩物！大局，去他妈的大局！元气，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老子要把你剁成肉泥！虽然微弱，但作为顶藏修补霸体，勉强够用。畜生，放开他！这怎么可能？星渊第一战将，不过是一条容易被激怒的野狗。不过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正好免去了我接管兵权的麻烦。杀了我！你这暴君，有种杀了我！死，太便宜你了。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是如何成为我最忠诚的狗。站起来，主人。很好，炎黄的兵权现在归我了。现世的末日就从今天。元气，滚出来领死！来的倒是挺快，可惜这里是我的主场。杀无赦！星渊第一战将，竟然被练成了受人摆布的野狗！给我醒来！尸骸竟然被彻底锁死了。在星渊的法则之下，你连一条虫都不如。抹杀！打够了吗？现在该我了。既然唤不醒你，那就彻底废了你。为了主人的大业，你这只蝼蚁
给我死死趴在地上吧！卑劣的走狗，去死吧！烈阳焚天机！什么现世霸主，在主人的伟力之前，不过是个笑话。你的灵魂将在我的炎阳之火中哀嚎10000年！死吧！慢着，杀了他，那太无趣了。我要他亲眼看着自己是如何失去一切。星元河，把它给我！想要？这可是修复你那小女友神魂的唯一神物，可惜啊，它现在有了更好的用途。元气，你敢动他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起源界的蝼蚁们听着，吾乃赤炎天命霸主渊寂，吾以这颗星装元核为聘礼，强取青木圣女灵犀。从今往后，两界气运尽归吾身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休想！我灵一就算是死，也绝不让你这暴君得逞！在我面前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。店主，以后没人给您整理情报了。大哥，活下去！我曾以为，只要拥有镇压一切的霸权，就能将世界踩在脚下。但霸权留不住我真正在乎的人，力量不是为了满足枭雄的野心而去毁灭，而是为了化作不落的壁垒去守护。我说过，你会死。装神弄鬼，本皇今天就让你灰飞烟灭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的女人，你也配染指？主人救！蝼蚁，滚！看来不先把你这只虫子碾死，这场婚礼是办不成了。红龙，哼哼哼，哼！死吧！元和，拿来！你敢抢我的东西？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就全都给我陪葬！想抹杀我，这贼狼天还不配！
我破！金身不灭！10道龙印，你终于触碰到了那个禁忌的领域。金天诀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我在太初圣城等你，别让我失望。老大，老大你在哪儿？老大，你没事？杀！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元皇秘法，不动冥王盾。老大，快醒醒！庶子狂妄，借太古四象阵镇压此僚，滚开！他体内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自境界的极限，快压不住了。既然压不住，那就强行断其神念，神魂放逐。老大，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他触碰了禁忌之力，力量已经彻底失控。一旦醒来，必将毁灭整个起源界。此子必须即刻抹杀。想杀我老大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哼，不自量力的蝼蚁！这里不是星源禁区，我的力量竟然感知不到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打破极限的变数。你是谁？外面的4个老家伙是你派来的？那是我的守墓人，你强行吞噬星文元河引发的力量暴龙，差点毁了半个世界。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。我需要修复神魂的方法，否则我拆了你这神魂镜。星人不用试探了，你连破极限已经触及了超脱世界法则的类境界，但你的肉身底蕴太浅，无法承载这股力量。潜伏？在外界道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。那又如何？就算没有灵力，我禁天诀照样能杀穿这起源镜。想要彻底驾驭这股力量，并找到修复你那小女友神魂的至宝太初神液，你唯有前往起源界最核心的法外之地太初圣城。祖龙大人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跑了？目标确认，玄黄氏族余孽，即刻擒拿，死活不乱。冲我来的，好啊！想拿我邀功，先问问老子手里的刀。结束了，杂牛。动我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大，我兴这条命，这辈子只为你而燃。太初圣城，走吧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太初圣城也是你们这种低贱流民能进的？滚远点！你瞎了狗眼！我们是还敢顶嘴？放灵泉，把这2个不知死活的垃圾咬死在城门外，当个乐子！几条虫蛇也敢放肆！你们竟敢在圣城撒野！现在我们可以进了吗？线索究竟在何处？哪来的贱民，竟敢惊扰本小姐的座驾，找死！
蛮不讲理的泼妇！剑走偏锋看似凌厉，实则气海虚无。你左肋下三锤，天驱穴凌厉逆流，再强行催动，不出3招，必将经脉尽毁。你怎么知道我修炼的隐患？散去少阳脉的灵力，将其引入气海，逆转2周天再出剑。落雨刚才多谢高人指点，还请接到举报，有异端奸细潜入圣城，所有人退后，将这2个流民就地格杀。放肆！他们是我骆家的贵客，我看谁敢动。骆小姐，这可是长老会直接下的死命令，就算是骆家也保不住这2个异端，给我上！太慢了，想杀我可以，但我听说太初圣城3年后有一场勇士大典，胜者能获取核心资源，这个名额我要了。勇士大典，一介没有背景的低贱流民，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过，除非你敢签下这9死1生的血域生死斗，只要你能在那座死斗城里活下来，我就给你推荐资格，敢吗？懦夫！前辈不可，那里面关着的都是9死1生。洗干净脖子，等着这太初圣城的天，我要定你！游戏开始了。靳前辈，您糊涂啊！那血域生死斗根本不是寻常比武，里面关押的都是全大陆最凶恶的亡命徒和变异凶兽，10年来从未有人活着走出来过。死斗场再凶险，还能比星渊的雷海更可怕？可是您现在灵力全无，只凭肉身进去，无疑是羊入虎口。太初神液虽然珍贵，但您大可徐徐图之，何必为了浅墨姑娘冒此奇险？前面的神魂拖不起，这太初神液，我今日必须拿到手。渊姬，你以为躲在星渊当个缩头乌龟就能只手遮天了？落雨，回去等我。日落之前，我会拿着大典资格和神液回来。从今日起，起源界再无氏族之分，顺我者得享永生，逆我者神魂俱灭。你算什么天命之子？不过是窃取了圣金祖龙力量的疯狗！我玄黄氏族宁可战死，也绝不给你这伪神当狗！玄黄氏族的骨头还是这么硬，可惜太脆。太初圣城的使者何在？属下在，主上宏图霸业，指日可待。把这小子带去你们圣城的死斗场，我要让他像野狗一样，在绝望和泥压中被一点点撕碎，让整个起源界看看反抗我的下场。遵命，属下一定给他安排最特殊的待遇。小白脸，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签了生死契没？沉睡了这么久，这副骨头都快生锈了。小畜生，敢在集市上拿刀架在巡防营统领的脖子上打我的脸，真以为签了生死契就能活着出来大出风头？大人息怒，这死斗场的阵法控制枢纽就在咱们手里，想怎么捏死他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那帮普通的亡命徒太便宜他了，把他传送的终点改一下，送他去万倍重力秘境。我要亲眼看着他那引以为傲的肉身被天地威压，生生挤成一滩烂泥。万倍重力，这帮老狗真看得起我。没有灵力护体，寻常修士在这里撑不过3秒就会内脏破裂。刚好拿来活动精。星兰，别打，别杀我渊姬，他是不可战胜的怪物。黄金霸体，我们赢不了的，全都会死。元姬，你找死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一条被打断脊梁的丧家犬。站起来，你可是玄黄氏族的少主。你根本不懂，他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，他只要一抬手，所有人都死了。
玄黄氏族完了，我们不可能赢的。心魔已成，普通的言语根本没用，只能用拳头打碎他的恐惧。冤气不可战胜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这一拳是替你姐姐灵心打的，她宁死不屈，你却在这里摇尾乞怜。这一拳是替玄黄氏族的列祖列宗打的，他们把全族的希望交给你，你就这么回报他们？还手啊！你不是号称武道狂人吗？你的骨气呢？你的骄傲呢？被元义吓破了胆儿，连挥拳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闭嘴！我没有摇尾乞怜，我杀了你！就是这样，这才是老子认识的星兰。来，继续。老剑，你下手真黑，我肋骨断了17根。没死就说明特训有效果，时间到了，该出去收账了。嚯！重力秘境的结界刚刚碎了，看来那2个废物已经被碾成渣了，真是扫兴。退后！这群蝼蚁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怪物。还没死，好极了！被几千名高阶死斗兽会的威压生生撕碎，这画面才配得上我今晚的红酒！给我碾死他！滚！这不可能！他明明没有灵力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热身结束了。元气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才是我尽天诀的力量！破极崩天！晋大人，饶命！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我说过，日落之前我要拿到这2个东西。元气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马上就来取你的狗命！浅墨，等我。晋大哥，刚才那一拳真够劲儿，太原圣城这帮杂碎算是彻底被抹平了。热身结束了，青兰，敢不敢跟我去星渊核心走一趟？求之不得，我的拳头早就饥渴难耐了。看看这是谁？这不是我们伟大无敌的天命霸主吗？放肆！一群低贱的畜生！畜生！你这被晋天诀像拔葱一样夺走元核的废物，连畜生都不如！地脉毒火，给我融！疯子！你居然敢吞噬禁忌毒火！谁才是废物？怪物！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作为庆祝我新生的养料吧。您终于降世了，
星渊的远古预言应验了。装神弄鬼，什么预言？救世与灭世本就在一线之间。伟大的人呐，请随我来。星渊的尽头藏着您苦苦追寻的历史真相。这就是真相。这是预言中那位试图跨越时空，以绝对强权统一各族的救世者，他带来的力量法则冲突，才是导致史前文明彻底覆灭、时空错乱的真正诱因。一派胡言！我是为了拯救未来，我是天命。你一直不择手段去践行的拯救，正是将世界推入深渊的那只手啊！我做的一切，我杀的人，我背负的骂名，全都是错的。我才是那个毁灭者。既然历史是个死结，既然拯救只是个笑话，那这该死的世界就不配存在。现世起源界全都给我化为虚无吧！连自己身为人的信仰都抛弃，把自己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渊纪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天命。天命，守护现世，拯救未来，全都是可悲的徒劳。这世界本就该死。今天，我就用这极致的毁灭抹杀一切生灵。砰！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但想动我的人，你还不配！大妙爷，独眼星炮！退下！这疯子的力量已经逆天，你挡挡不住，保护好你自己。死吧！一起死吧！空间法则崩塌，竟然连肉身都被彻底锁死了吗？肉身动不了又如何？神魂一样能将你千刀万剐。就算只剩神魂，杀你这废物也绰绰有余。既然我活着无法毁灭这一切，那我就点燃本源，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轰隆！金大哥，快躲开！那东西会把一切都吞噬的。难道我所有的努力都要在这里化为泡影？天爵，无论你在哪儿，遇到多大的危险，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等你。我答应过他，我还要带他回家。
给我破！冤姬，带着你的疯狂，滚回虚无吧！破袭封天！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打破法则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别松手，我们回家。切莫！金大哥，时空壁垒要塌了！休想！在星渊消耗太大，有强抗空间反噬，气血已经隐隐有溃散的迹象了。前面没路了！给我开！刚回来就遇上埋伏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金大哥，这帮蝼蚁交给我。住手，星兰！金大哥，他们可是影刃的余孽。我现在的气血处于极度虚弱期，一旦强行开战，波及神业，前盟就没救了。现世的战火已经够多了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哟，这不是威震天下的苍龙殿主吗？滚开！我今天不想杀人。不想杀人？我看你是杀不了人了吧？我刚才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的气息乱成了一团乱麻，连护体罡气都凝聚不出来。放肆！别中计，他在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？不，我是在给你们准备坟墓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可是连高阶武者都能轰成渣的天罗雷网。晋天诀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生之地。晋天诀，你毁了影刃总部，杀了那么多人，这笔账今天必须算清楚。影刃咎由自取，你若识相，现在撤掉阵法，我留你全尸。你现在连站着都费劲，还敢威胁我？你最该死的地方不是毁了影刃，而是你蛊惑了姬羽。姬羽弃暗投明，与我何干？闭嘴！他是我们影焰最高的秘法导师，我暗恋了他整整10年，10年。可是你一出现，他竟然为了你背叛了组织，背叛了统帅。你凭什么？可悲！好一个可悲！既然你这么清高，那我就送你和季宇那个贱人去地狱团聚。金大哥，小心！金大哥！元星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别去，时间紧迫，强行破阵突围，救浅墨要紧。竟然还没死，这都不死！原来如此，你怀里有你拼死都要保护的东西，难怪你不敢还手。元济大人留下的圣经狂化药剂，原本是用来对付苍龙殿大军的，今天就用它来彻底碾碎你这个废人！我要向全世界证明，我比你晋天诀更强！晋天诀，受死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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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动用大范围杀招，否则空间震荡绝对会震碎太初神业。好啊！堂堂苍龙殿主，怎么像只老鼠一样只知道躲？你不是天下无敌吗？我只是不想毁了药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？灭！
去抢一下战机，我们立刻去圣心预疗所。千波，千波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